不管是已经火了2年的老前锋，还是最近刚刚刮起的这个叫 Demure 的风格，他们都在尝试着诉说，当一个人真正了解自己之后呢，他的穿着也会慢慢变得安静，不再去追求吸睛的印花和 logo， 反而开始在意面料的触感、线条的平衡，以及这种刚刚好不费力的舒适感。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走进8个极简品牌的世界，每一个品牌呢都代表了各自不同程度的安静奢华，而且也都在用自己的语言去诠释极简的温度。说到极简品牌、小众品牌，大家一定不会陌生的就是 The Row。可以说 The Row 是极简主义的圣殿。那 The Row 其实是由一对双胞胎 Awesome 姐妹 Mary Kate Olsen 和 Ashley Olsen 于2006年创立的美国品牌。一开始呢是在洛杉矶，后来呢把总部搬到了纽约。那品牌命名 The Row的来源呢，其实是以伦敦著名的男装高级定制萨维尔街命名的。童星的身份出道的，他们已经经历了无数的闪光灯和曝光。非科班出身的他们呢，算是摒弃了一切所谓这种演艺圈带来的这些光。作为创始人，给 The Row 这个品牌赋予了独特的基因，克制。不轻易暴露在公众视线之中，只去专注的做好剪裁和设计。可以看到品牌会使用非常大量优质上等的面料，比如说堪称面料中的黄金的羊绒、柔软的丝绸、轻盈的骆驼绒和高质量的棉麻，都可以在 The Row 里面找到最上等层次的。每一件单品呢，都如同流动的第2层肌肤一样，既舒适又充满力量感。创立的初衷呢，是想要去呈现一件非常完美的白色 T 恤。那创始人 Olsen 姐妹呢，也公开的表示，优雅与舒适无需对立，真正的奢侈是隐藏在细节之中的。从最开始的这件完美的白 T 恤，到后来我们看到的所有成衣， The Row 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用最顶级的面料、最精准的剪裁，去呈现一件完美的衣服，去诠释这种无声的奢华。它的衣服呢没有 logo， 但是呢却会让熟悉它的人一眼就明白，这一定是出自于 The Row。那种落在肩线啊、垂在裤脚的这整个平衡感，是 The Row 独有的语言。从一开始的成衣，到最近这2年非常火的包包，在许多街拍明星达人身上，你都能看见 The Row 的身影。那我觉得呢 ，The Row 其实就是克制中的优雅，是自信的安静。它不是为了吸引别人，而是让你能够更靠近你自己。那我们可以看到 The Row 上面的衣服，基本上都是趋近于非常好搭配的大地色系，但是偶尔呢，也会去加入一些很跳跃的颜色，去做个点睛之笔。比如说，我就非常喜欢他们这一季所呈现出来的整个设计感，堪称是所有人都可以驾驭的色彩穿搭的教科书。当然了 ，The Row 也是有推出一些非常吸睛，而且是能够满足时尚达人这种想要无声炫的一个心理需求。比如说这双红色人字拖，刚刚推出的时候呢，也是被大家竞相的模仿以及吐槽。不知道大家对这双人字拖是什么一个看法？整体 The Row 的定价来讲呢，我觉得它并不是便宜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非常轻松的去负担的一个价位。但是呢，我觉得 The Row 的精神还是让我非常之欣赏的，所以平常在穿衣风格参考的时候呢，也会去把它作为我的一个灵感板，也是能够轻松就能够 get 高级感、大牌感的一个来源。那如果有感兴趣这种极简穿搭的话，就不要忘记订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之后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花小钱去营造同样的一个高级感。那要说刚刚 The Row 这个品牌呈现的是西方世界所带来的这种劲奢的解读，那接下来这个品牌我觉得算是东西文化结合的非常完美，那就是 Lume。 同样也是这种看似极其简单但却非常极致讲究的一个品牌。 Lume 非常喜欢用棉、麻、丝这种来自于自然的天然材料作为他们的面料来源，而且这些面料都有一个特性，会随着时间的变化变得更加的柔软，更加的有你自己的感觉。颜色呢也是从不张扬，整体来讲呢都是这种偏淡的驼色、灰绿色。廓形呢也是做的不紧不
松，很有自然的呼吸感。Christophe Lumet 和 Sarah 他们相信衣服不应该是用来取悦的，而是应该相伴在你生活当中的。整个品牌强调呢，反对过度装饰，更多的是以质感和结构取胜。逛他们家官网不难发现，衣服最大的特征是整体用到的都是这种低饱和色系，而且主打的这种高级感、可穿性，呈现法式极简穿搭的同时呢，又融入了日本的这种文化美学。而且每件单品的设计之初呢，都是想说它经过了1年、5年、10年之后，还能够保持在一个很好看的状态，以这个思想为中心出发所制作出来的每一件成衣。那整个品牌的调性呢，我会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禅意，非常有东方的禅意风格的韵味在里面，是生活当中每天都可以见到的元素，也是属于大众衣柜里边可以轻易学习模仿的穿衣哲学。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品牌在日本的京都有开了一个专卖店，如果你有安排去京都游玩的话呢，就一定不要错过。整个店铺的从展示到设计，完完全全的就是替品牌在诉说着我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衣服不是拿来取悦的，而是用来陪伴你的生活的。那可以说 Lumet 和这个品牌呢，它懂得生活，也懂得留白，懂得如何让你在10年之后看到它，还会惊叹一声哇，好美啊！那聊到日本，还有一个品牌不得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Aura Lee。Aura Lee 其实是2015年在日本东京由盐田亮太创立的一个品牌。那品牌的名字呢，其实来源于美国一首古老的民歌 Aura Lee。那这个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发光的土地。创始人表示选择这个名字呢，没有多想，就是想让它简单容易被记住，而且不要有太多的含义。其实从取品牌名称这一举动呢，也是能够窥见出盐田亮太他整个人对于这个品牌赋予的一个灵魂意义，就是着重于面料，其他的都先靠边让一让。那创始人盐田亮太呢，他其实曾经是纺织工程师，所以他相信所有的衣服，一切的一切源于面料，面料才是衣服的灵魂。每一件你拿到的 Aura Lee 的衣服呢，它都是从纱线开始定制，每一种触感，每一种厚度，都是由品牌精心挑选测算过的。而且盐田亮太呢，也非常坚持的去参与整个面料的一个开发过程，走访全世界的这些面料工坊。那除了选择品质好上乘的原料之外呢，Aura Lee 这个品牌还会通过独特的织法和独特的染色工艺，让他们到手的这些上乘面料变得更加的独一无二。而且品牌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我就是一个面料商。每一季呢，我并不是想要通过衣服去给大家讲述一个故事，而是从面料本身来出发，看这一季能给大家做出什么样的衣服。想要去努力的低调，去衬托穿着者的个性。而且呢，非常反对这个做法就是服装去过度的喧宾夺主，通过精准的轮廓、中性色调和去 logo 化的设计，让衣物成为穿着者个性展现的一个延伸。而且悄默默的说一下，这个品牌呢，已经被行业公认为是 The Row 的日系接班人。那如果你是一个对面料有极高要求，然后希望能够在每件衣服当中能够感受到棉有棉的呼吸，羊毛有羊毛的柔光，那么 Aura Lee 就是你的不二之选。穿上它就会能够感受到日式的极简温柔，也会更轻、更静、更自在。那要说前面这一个品牌都是这种云淡风轻一切非常的随缘禅意的表现。那么接下来这个品牌呢，我愿称之它为拥有超级力量的纽约女人 Cat。创始人 Catherine 呢，在创立 Cat 的时候呢，就有说过，我希望我能做出温柔又坚定的衣服。那品牌的名称呢，其实是源自于希腊语，意思呢就是长而飘逸的头发。那更想要展现的呢，是这种自然的流动的美感。核心设计理念呢，其实是这种非常对立的一个元素，比如说阳刚与柔美、结构与流动性、力量与柔软、复古与未来等等。那设计师 Catherine 呢，其实是毕业于 Parsons 设计学院，在创立自己的品牌 Cat 之前呢，他其实是在 Gap 以及 Vera Wang 这个品牌里面都担任过设计师。之前的这一系列工作经验呢，也让他了解到了版型和面料的重要性，还有就是女性的真正着装需求。
那不管是好莱坞女星还是法式穿搭的博主鼻祖，都是频频上升 Cat 他们家的作品。厚针织、挺阔牛仔、掐腰皮革，既能保留女性线条，又能够感受到这一股张力。那我觉得 Cat 这个品牌所带给我的第一印象呢，应该就是《欲望都市》里面这种踩着高跟鞋，穿着微喇叭裤，穿梭在曼哈顿街头的大女主形象。她不需要高声说话，她已经用她的穿搭行动证明了一切。那接下来的品牌呢，即便你是没有听说过，你应该也会见到过这几件单品。这件航pom棉服大衣呢，一经推出，就算是他们家的一个标志性的单品，也被各个品牌都争相模仿学习。还有这件围巾大衣，推出了这么多年了，今年依旧是在榜单上稳坐一席之位。以品牌名称为 logo 延伸出来的几何图案拼接的围巾、丝巾，一度都成为了他们家最火最爆的单品。那这个品牌 Toteme 呢，一对夫妇2014年在瑞典创立的，主打这种北欧极简。那 Eileen Klein 呢，出身呢是一位时尚博主，创始人本身的一个风格倾向就是这种极简、利落、干净的线条，以及高质量的面料所打造出来的一系列成衣。那由于创始人这对夫妇呢，都是来自于自媒体行业，他们也非常清楚了解风格的核心其实是重复与秩序，所以 Toteme 呢，每一次推出来的衣服呢，就像是衣橱的一个系统，每一件都能够搭配彼此。在网上冲浪多了，就会看到有的人说，只要你足够有钱，整个衣柜都是 Toteme， 那他就可以随意搭配，每天都能够5分钟出门，随便拎一件上衣下装都能够很好看。它会让你意识到，真正的时髦呢，并不存在于秀场节拍之中，而其实是最稳定的日常。那前面这几个品牌啊，都是在强调面料啊、舒适的上身感受啊。那么接下来这个品牌呢，我愿称之它为是最有建筑感的衣服作品，一个来自英国的极简品牌 Studio Nicholson。设计师 Nick 呢，其实是从建筑与工业当中去汲取的每一季的灵感，他非常擅长用比例和空间去制作一件衣服。所以可以看到大部分的 Studio Nicholson 的衣服呢，都是很喜欢用这种硬挺的布料、立体的肩线、高腰的裤装和厚实的羊毛。整个品牌呢，在展现了这种极具线条美感的同时呢，又悄默默地增加了一点英伦风格，是这种理性中的温度，冷静克制却充满力量，像一座非常极简的建筑，越看越有安全感。那品牌呢，也是有成立到了男装线，可以说是进一步的去深化了品牌本身的美学理念。那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前面聊到的这几个品牌呢，都算得上是小年轻了，00后。那接下来这个品牌呢，是在1993年于斯德哥尔摩创立的北欧极简品牌鼻祖 Philippa K。那品牌整体强调的呢，是这种 mindful consumption， 有意识的去生活，有意识的去选择自己的衣柜，有意识的去消费所有的衣服，还是延续了我们印象中的这种北欧极简哈。衣服色调非常之简单，没有多余的设计，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这种柔和的触感。西装外套啊，针织衫啊，简单的直筒长裤啊，每一件都像是设计成了10年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拿出来，完全不过时，还可以穿的单品，也非常能够展现极简品牌所带来的这种从容感，不张扬也不着急证明什么，强调慢时尚以及胶囊衣橱的一个灵魂，非常笃定并且清楚的了解什么样才是适合自己的，什么样才能让自己做自己。接下来最后要聊到的这个品牌呢，有点意思啊，由设计师夫妻档哈，可以说是设计界的这种神雕侠侣，吉原秀明、大出游纪子在2013年创立的日本品牌。那品牌的设计理念呢，其实是传承与进化，他们非常擅长去融合这种复古与现代的元素，注重极简美学以及所有人都在关注的实用性，把我们日常中能够看见的这种军装啊，或者是工装类的单品，重新演绎出更适合城市、更适合当代人的一个风格。整个品牌呢，你能够找到的是这种柔中带刚的一个产业机制，而且品牌呢还有跟家喻户晓的户外运动品牌 The North Face 出了联名款。如果说前面7个品牌呢，都是属于这种上班通勤职场大女主会比较喜欢穿的衣服，或者是中性色，想要找更适合户外、更适合穿梭于城市与户外之间的单品呢，不妨去这个品牌看一下。挺阔的
风衣、功能性的面料以及精准的收腰，可以说它的极简不是温柔，而是锋利的。我会称它为是拥有力量剪影的一个极简品牌。好，那以上分享的这8个品牌呢，我们可以看得到有 The Row 的静、Lumac 的温、Oral-Lee 的柔，以及 Cat 的力，还能有 Toteme 的秩序、Studio Nicholson 的理性感、Philippa K 的平和，以及 Hike 的锋利，它们共同组成了极简的世界，一个没有喧嚣却充满力量的世界。当你开始选择少一点，但更好一点，当你学会用衣服让自己展现得更自由、更舒适，你呢就已经在靠近极简的本质了。那这8个品牌呢，各有各自的锋芒，你最喜欢哪一个呢？如果想看能够营造出类似风格感的极简穿搭灵感分享的话呢，也不要忘记在底下留言评论告诉我。希望今天这期视频你还看得开心，再一次感谢你的收看，我是 Aileen，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